臣父。臣女见过陛下、皇后，陛下千秋万岁，皇后起居无恙。免礼，赐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你瞧什么呢？这灯可真大，我从未见到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，第一次见，很难不喜欢。哦。坐下。陛下宣召臣以家眷，臣以加见，不胜荣幸。哎，常爱卿不必多礼啊。之前你委曲求全，以娄家退去了卿士，朕还不曾嘉奖于你和你的全家呢。何将军满门忠烈，为国尽忠，臣全家对其伟德感佩至极。自要满足何将军临终之言，不曾委曲求全。过谦了，陈爱卿，这奖啊，终究还是要奖的。那个是爱卿之女吧？是啊。过来一些，让朕和皇后好好的看看你。哎，让你坐近一些，离得那么远，如何说话呀？你不要动。嗯。陈家娘子，你闺名是？我臣女叫陈少商，曲意琴弦。少商贤。少商，倒是个好名字。今年齿龄几何？我已经过了及笄好几个月了。朕问你，你与娄世子退亲，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？回禀陛下，难受自是难受，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，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。此话怎讲？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数月前，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，看到兵祸后民众的惨象，所以小女就想，正是因为天地无情，冷漠看待世间，所以我们生而为人，更应该仁义为怀，互助互勉才是。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而不顾他人气息，此乃禽兽所为。你可知这句是哪位圣贤说的？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荀子觉得人性本恶，所以天地不仁这话定不是他们说的。法家讲利弊，墨家要兼爱，前者只顾着人间利来利去，又不管这世间仁不仁义；后者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。既是如此仁义，人们更应该珍爱彼此，所以此话也应该不是他们说的。最后一个就是道家老庄，所以此话定是老子所说。为何不是庄子？
因为阿母让我看的《庄子书卷》，我不曾看，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。你倒是猜对了，但这意思却不对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不是把万物当成猪狗冷漠无情之意，而是说天地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，一切顺其自然。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是啊，陈爱卿，厉害啊！你啊，教女有方啊！啊，不敢不敢，都是内子教的好。陛下，因常年在外征战，10余年未曾归家，妾与将军教女无方，还望陛下不要见笑。少商，你父母为了国事耽误了你的学业，余见你甚是聪慧，陈将军和陈夫人只需略花心思，定能把你教好。多谢皇后夸赞。皇后，你长得好美啊！老幺，休得无言。哼，那真要问你了，是你阿母好看，还是皇后好看啊？皇后好看。陛下，小女不懂规矩，今日初见皇后，言语冒犯，还请陛下恕罪。皇后恕罪。无妨无妨，朕觉得这孩子呀，率真、坦诚，倒是有趣啊。对了，两位爱卿早起奉诏，应该不曾用膳吧？阿父阿母不曾用膳，我用膳了。我在车里吃了一个饼子，不过现下还是饿了。哦，你吃过饼子了？啊，好，那你们全家留下来，和朕一起共用午膳，如何？我看行。哦，你看行啊？好。启禀陛下，万将军进宫了，此刻正在崇德殿候着。好，朕便过去。两位爱卿，和朕一起过去和万卿聊聊天。是。翟敖带程家娘子去长秋宫偏殿稍事休息，晚些咱们再小聚家宴。老身去服侍皇后换衣，程娘子且稍坐。竟然是榆木做的，好生节俭。此殿堂高3丈有余，柱围却2人可抱，可见并不完全依靠梁柱来支撑。这倒是与寻常百姓家的屋舍不同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妙法建起来的。母后，五公主，皇后正在更衣。五公主，母后，他们竟说你与父皇有正式要义，苦苦拦着不放儿臣进来。
你父皇本就有正室，于还能骗你不成？你身为公主，出身帝王家，自幼熟读宫规，怎能进宫恣意喧哗？若被你父皇听去，又要重重罚你。父皇就是偏心，儿臣这公主还不如寻常人家女娘自在。你自出生就锦衣玉食，你父皇何曾亏待过你？锦衣玉食就不是亏待吗？母后也不缺吃穿啊，为何还整日愁眉不展的？还不是因为父皇眼中只有月衡和他生的儿女，朝内朝外何人不知，他月衡才是真皇后。放肆！是谁在你面前挑拨这些离心的话去？是儿臣府上的幕僚，他们一心为儿臣谋划，不曾挑拨。你一介女子，又无需治国平天下，用何幕僚？你即将嫁给岳氏，与这些儿郎来往密切，你让你未来君舅小岳侯作何想？儿臣来正想为此求母后，这亲儿臣不解，儿臣才不要嫁给小岳侯之子。岳衡的外甥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连三公主家驸马都不如，为何我宣室联姻的郎君儒雅博学，他岳氏非要出个浪荡子给儿臣？这明知是害儿臣，可是暗中欺辱母后。胡闹！三公主曾心悦子胜，可在你父皇赐婚后，依旧心甘情愿嫁入宣室，你又为何不可？那是凌子胜瞧不上他，我宣氏的儿郎又不比凌不疑差，才不得不选。我要是答应嫁给岳氏那浪荡子，他怕是要笑死我。母妃没瞧见五公主哭着跑进长秋宫的慌张模样，真笑死人。看来父皇果真铁心要将她嫁去舅父家了，真的是，他有何不满？娶一个如此骄横无理的心腹，说来还是舅父家吃亏。你表哥那般浪荡子，五公主不愿嫁他也不奇怪啊。凭何不嫁？儿臣当年心悦子受，父皇让儿臣嫁与宣氏为妇，儿臣不也含泪嫁了吗？同为公主，同等联姻，凭何他想不嫁便不嫁？我劝你还是少白日做梦些。林子胜若是看得上你这般鬼模样，还至于令你父皇为他担忧多年吗？怕是能嫁他的女娘，早就能绕都城围一圈了。母妃，你怎如此贬低亲生女儿？不服呀？宣氏驸马有功勋傍身，非但家世清白，为人更是刚正不阿。你想想你那表哥，成日里花街柳巷的乱窜，哪个女娘肯嫁他？若是让你跟小五换个郎婿，你乐意吗？那小五满府幕僚呢？日日凑在一处，假称商议国事，实则背地里做甚，谁又知道？小五不乐意，不过是因为瞧不上岳氏。你少在这儿煽风点火。你自小在你舅父家长大，他定是没少在你面前挑唆长秋宫跟我岳氏的恩怨。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此生只图个清静日子，收起你们肚子里那些弯弯绕绕，少给我惹是生非，否则我定不会保你们。时辰不早了，去家宴吧。母妃不去。我最烦那些无趣的宫宴，又不是个个都熟，何必在一起假装热闹？那母妃就让他们长秋宫出风头啊！我愿把风头送给谁就送给谁，你不服？我不服。若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那林子胜至今也未成亲啊，为何父皇纵容他逍遥自在？父皇纵容他胜过亲生儿女，怕不是他凌不疑才是父皇流落在外的孩儿吧？
你怎可如此侮辱你父皇？子胜是霍将军外甥，是霍家唯一血脉。当初霍家为救天下，全族皆亡，以至于你父皇愧疚至今。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话语？霍冲不过是林子胜舅父而已，死的人再多，也只不过是母族而已。明明自己的阿父阿母存活在世，是他脾性古怪，不肯亲近，偏偏赖在宫中抢儿臣的阿父阿母，何来此理啊？住口！你再这样胡说，玉可真要罚你了。母后只管罚我好了，我知你们都弃我忤逆，可我无非是想做个如男子般行走朝堂、建功立业、有一番作为的女娘。总之，我绝对不会嫁给岳氏。若我连自己婚事都做不得主，不妨一死了之。母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母后。母后，哎，哪儿来的贱婢，竟敢偷听？我不曾偷听，是你嗓门太大，我不想听也得听。大胆，敢在长秋宫中放肆！来人，将这个不知尊卑的贱婢拖下去杖责。是。五公主留人。五公主，此乃曲陵侯府的程家娘子，首次进宫，不知晓宫中规矩。程将军乃新晋武将，孤城一役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被圣上封为曲陵侯。圣上常说要善待功臣之后，还请五公主莫要与程娘子置气了。原是个军户之女，难怪如此粗鄙，不懂礼数，竟然厚颜无耻，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。明日我便禀明父皇，处置你这贱婢。不，连同你父母一同处置，罢了他们军功，将你们全家都赶出都城。五公主消消气，何必与小娘子一般计较？圣上命奴婢带程娘子前往家宴处，若五公主不解气，再骂几句也可。只是耽误了时辰，就怕圣上怪罪。又拿父皇压我。算你命好，若非有宫宴，我定饶不了。宴席上最好小心谨慎些，莫要让我抓到把柄，否则让你们程氏全家赔罪。方才多谢这位阿紫了，这宫中贵人们发起火来，真是吓人。我叫骆继通，家父长水校尉骆柱，几年前被皇后选为五公主伴读。少商妹妹叫我一声继通阿紫就好。好，继通阿紫。圣上跟皇后都和善可亲，为何偏偏这个五公主如此跋扈？她乃圣上妖女，天下初定后所生，幼时不及兄姐吃苦，长大后又锦衣玉食，自然养得娇惯些。但宫规森严，你我不可多加妄议宫中贵人，小心为家族惹来天大祸事。多谢继通阿紫提点，不过幸好我今后不会经常来宫里。哼，程娘子，随我来。建议你去马场看了，看了呀。程娘子，坐在此处即可。多谢。好。真的很衬你啊。真是何人都有资格入宫宴了。这宫中处处需按尊卑序位来坐，少商妹妹地位卑微，自然要坐在末席了。
我若不来，这位置就是你的。你看你那样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敢讥笑于我？真是聒噪！长秋宫的人怎会如此不懂规矩？你身为皇后生女，也不怕让姨母丢了颜面？岳飞倒是教了你们永乐宫的人要守规矩。敢问今日为何不带宣室驸马来家宴呀？是三子与宣室驸马又起了争执，还是因为今日子胜会来，三子把宣室驸马留在府中了？五妹，与其操心他人夫妇房中事，还不如思虑你那一屋子面首如何处置啊！你若再不赶紧将他们驱散，只怕过不了几日，连都城人都知晓了。你今日家宴，各位都少说一句，也憋不死人。若还压不住，待会儿父皇母后来了，你们大可把现在的话当他们面说，看看臊不臊得慌。喂，叫你呢。方才与我在长秋宫争执的是你吧？尚未开席，父皇母后尚未入席，你便先行偷吃，怎么如此没规矩，少教养？五公主怕是不知道吧？从前她阿父在外征战，将她独自留在家中，无人管教，算是个乡下的野孩子吧。她也是第一次入宫，定是不知道宫中规矩，饿着肚子来面圣的。难怪举止如此粗鄙，原来是没有父母教啊！胆敢在宫宴上偷偷吃饼。这不是饼，你唬我，饼我还认不得了。这当真不是饼，这叫薯囊，在乡野家家户户饭点的时候都吃这个，一个囊可顶3个时辰不饿。公主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？我听我阿父阿母说，这圣上节俭，皇后节约，公主怎能连这个不知？哦，也是，公主贵为天之娇女，每天身在皇宫庭院之中，自然好多东西是没有见识过。你，不舒服，我先去方便方便。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，倒叫我看看这脚上功夫如何呀？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，行走蹦跳，仪态可笑啊！哼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程家娘子救兵来了。林将军，我自己坐好。
林子胜，你这是何意？早听闻圣上已为五公主觅得了岳氏驸马，驸马人品风流，乃是旷世少见之人，与五公主甚是般配。子胜在此先行恭喜了。你敢笑话我？子胜，三公主与宣侯世子成婚时，臣人在外征战，未能及时恭贺，在此道一声迟来的恭喜。走吧。等等，你这个小贱婢！莫娘子，那程娘子似乎与林将军很是亲密呢。做好咱们分内事，莫要非议他人。备好酒，就端上席吧。可是，以前皇后不是有意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？休要耍此闲话。皇后从未将此事作证过。再妄议此事，看我如何惩治你。是。林将军这是作何？为何不放手？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。你难道想我们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？你坐此处吧。我坐此处，怕是不合规矩的。无妨，坐吧。如今宫里行事愈发不讲规矩了，连一个小女娘都可以坐在皇兄身侧。皇兄，你真是好脾性啊！三弟莫要吓着人家，这是家宴，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。再者，是子胜带他坐在这儿的。皇兄此言差矣，以小亏大，治家稳而无章，何以治国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既坐在此处，总要通明吧？哦，我叫陈少商。哦，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程四娘子啊！哎呀，容貌甚好啊！我若纳了你，你我便是家人，家人坐在此处，便不算坏了规矩。两位皇兄。是吧，五弟啊，你就是太长情了，才让父皇屡次训斥。怎么，坚决不改，是吧？五殿下不必惦记了，少商他已经有亲事了。哎，子胜欺我啊！这满都城中何人不知程楼退亲之事？是啊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。林将军，你莫要冲动，不要为了帮我，把自己终身大事给毁了。哼，怕是子胜和皇兄待得太久了，气势不若从前凌厉，竟连一个小女娘都敢违抗你的命令。陛下到。
都在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行程家宴，不必如此拘束。娘娘，你怎么坐这儿？陛下，此事你这是？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好，哎呀，好，朕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是今天定下来啊。程爱卿，来，程爱卿，子胜10岁起呀，就养在朕的跟前，如亲子无异啊。今日朕暂代复职，向爱卿你啊提亲。程爱卿，意下如何？贤弟，好亲事啊，好亲事！还愣着干嘛？快答一个！臣自是，这是好事啊！是啊，好事，好事。臣自然，此亲不能接。啊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陈夫人，你这是对子胜有何不满啊？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？将军少年英雄，将军少年英雄，是我家小女少商，配不上林将军。小女自幼缺乏管教，行事顽劣不堪。自妾归家以来，读书不行，习武不成，女德没有，口德不修。妾本欲严加管教，奈何他目无尊长，不服管教。妾怎敢对天颜有所欺瞒？若少商非我子女，如此心腹嫁我程氏，妾也绝计不会答应。若换作程氏其他女娘，能得到陛下垂爱照拂，我们程氏也深感荣耀。陛下，少商好勇斗狠，妾担心若真嫁给林将军，日后会酿出大祸，连累程氏全家性命。陛下，这门亲事绝佳，只是少商他自己配不上。程爱卿，陈夫人所言当真吗？此事不怪小女。臣与内子征战沙场时，将她留于家中，难免疏于管教，是我们父母失职。自古家丑不可外扬，妾也想给小女留些颜面，怎奈她委实不堪重用。林将军，你与小女相识10日尚浅，她看似乖巧通达，实则巧言是非，行事鲁莽。陈娘子，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如你母亲所说那般，如此不堪吗？回陛下，
我阿母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臣女这般品行，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，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将军？是啊，圣上不如收回成命。你说什么？想不到啊，真想不到，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胜，将自己的亲女贬得一文不值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全都城的女娘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胜，可偏偏程家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。不知道是程夫人用心良苦，还是子胜令人家心生惧意啊。三弟慎言，此事攸关皇家颜面，陈将军还请三思而后行。那个，要是不嫁凌不疑的话，嫁我也行啊。这个程娘子与我倒是挺配的，她粗鄙不堪，我放浪不羁，我俩才应该是一对儿。说什么呢？混账东西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陈氏，君无戏言。朕今天向你提亲，诚意已表，你敢当众拒婚，你这是辱居龙颜啊！你晃连家族啊！此事，朕容你三思后再回答。臣违背圣意，罪该万死。臣愿辞官，携妻女离开都城，绝不碍陛下眼。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放肆，陈氏！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？来人呐！陛下，陛下息怒，陈将军也是一时情急，容他们再想想。陛下，陛下，林将军文韬武略，武艺不强，少壮时就立下赫赫战功，是全都城小女娘们日思夜梦都想驾驭的郎婿。只是臣女自知，这般的林将军，臣女是匹配不上的。之前在华县，林将军为救我，险事一避；后来在屠高山，又为救我，旧伤复发。他对我恩重如山，只是今日突然提出要求娶，真当是令臣女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。但有一件事，我阿母做得对，便就是如实相告，臣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，粗鄙不堪，又经常惹是生非，不懂得体谅父母，更不会顺从郎婿。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，臣女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。林将军，你日后寻得的心腹，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。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，想必你也不知，在我眼里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。
林将军，陈夫人，莫打断我说话。世人都说，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。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，在战场上不输男子，可在战场下，您也跟陈将军抗敌情深。可见夫妻各有不同，并非皆为世人所想那般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子胜此生，非她不娶。好，说得好。陈娘子，既然此胜一决，你呢？你不用看他们，他们今天说了不算，今日由朕为你做主。纵然孝道再大，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。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只管说出来。朕倒是要看看谁还敢斗胆反驳。臣女无需他人决断，只听自身。臣女愿高攀林将军一次。哎，哈哈，好！哎，陈娘子啊，这桩婚事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承的，一诺千金啊！日后谁要是再敢反复，朕定责不误。谢陛下。谢陛下恩典。好。成事还不谢恩呐？臣父谢陛下恩典。下恩典。好了，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哎，来人！哎，又怎么了？陛下啊，是义昌郡主八成是听到林将军定亲了，昏过去了。看看这些小女娘，成何体统了？啊，席还没开呢，就喝多了。哎，我说呀，真该让她呀去承秋宫，好好的学习规矩。啊，是。子胜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今天真高兴，陪朕多喝几杯，哈哈！众爱卿一起同饮。跪下！你瞧瞧他这般模样。夫人，来，
今天太过惊吓，别说是他，我上一时回不过神来。他受惊吓，我看他今日威风得很啊，当众允婚，连圣威都丝毫不惧啊。进宫前，阿母嘱咐了许多道理规矩，可这规矩里没有一条是抗旨不遵。放肆！娘娘啊，你可不能这样伤了你阿母的心呐！之前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与凌不疑并无私情，阿父阿母才凭着激怒圣上去替你辞婚，你怎能又变了呢？之前我要嫁与阿瑶，阿母就不满意，总在我面前提凌不疑。如今凌不疑当真是求亲了，阿母还是不满意。阿母究竟是不满意我择的郎婿，还是不满我这个女儿？哎，娘娘，你不要误会你阿母的苦心呐。论水深，那城阳侯府比之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初凌不疑的阿母霍君华身为霍冲的亲妹妹，曾是何等的风光啊！如今你看一看，又是怎样的下场？你何苦趟这个浑水呢？凌不疑的阿父阿母究竟发生过何事？我从未听人提起过。你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你都不知，就谈婚论嫁，活该你将来吃苦受罪。阿母不想说也就罢了，反正我嫁与的是凌不疑，又不是凌不疑的阿父阿母。城阳侯府究竟如何，我也不是那么想知晓。并非你阿母不说，只是此事说来话长。当初霍冲将军在圣上危难之时，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万的敌军。破城之后，霍家、何家死于围城屠戮，霍夫人和凌不疑也失踪了。城阳侯啊，便续弦迎娶了寄住家中的表妹淳于氏。谁知俩人成婚不到1年，霍夫人竟携着凌不疑寻了回来。可朝中的文武大臣不是最心疼忠烈遗孤吗？他们为何不让这个城阳侯休了淳于夫人，再与这个霍夫人破镜重圆？再者说，阿父啊，霍家满门都为国捐躯了，论功绩来讲，远远都胜于何家满门。城阳侯家世与娄家不同，淳于氏与汝阳王妃交情匪浅，怎能轻易休妻呀？汝阳王妃，这名儿听着怎么这么熟悉？豫昌郡主的大母。此乃妾身以真金为王妃锻铸的神像，置于屋中，可镇宅驱邪。你来瞧老身，便是有心了，何必次次带这般贵重礼物？再贵重的礼物，在王妃面前都不过俗物耳。这些年，若不是王妃照拂，就以子胜对我的误会，恐怕妾身早在府中难以立足了。还不是因那霍君华从中作梗，仗着兄长霍冲威望，整日对我们文史一族颐指气使。你就不同，你贤惠体贴，又体恤幼老。当年战乱我受伤，是你日夜不休照顾，我才捡回一条命来。终究是我对不住姐姐。什么叫对不住？全天下人都以为他死了，侯爷别娶，又何错之有？即便没死，他失踪2年，又遭逢兵荒马乱，那谁知路上是否失掉贞洁？你提出以他同为夫人，可那霍君华尤为不知足，还整日对你喊打喊杀。你腹中孩儿就是这样受惊吓才没的，到如今都没有子嗣。可那霍君华还整日装疯卖傻，挑拨你子胜的关系。待豫昌嫁为子胜，我定让豫昌多劝服他。大母，如今全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，大母！
郡主，别怪李裴大夫，以后请得才小过于杀。哎呦，我的心肝！你这是在闹什么？大母，全都承认东芝大夫心意灵不一，可他近日去曹州向程四娘子提亲，我究竟哪里比不过程四娘子？我哪里比不过她？竟让她如此羞辱！谁是程四娘子？竟也配跟你比？哎呀，就是之前在府上与王娘子打架，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那个程娘子呀。大母，如今子生要娶她，让我辈全都成人笑话。郡主请安心，那个程娘子败德损行，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，这亲事肯定成不了。我这就去找侯爷，让他寻子胜好好谈谈。哎呦，快起来啊！来，看我们孩子委屈的，不哭啊！不哭不哭。什么程娘子？我与你阿母都觉得城阳侯府是虎穴龙潭，所以才拼死拒婚。娘娘，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言辞刺耳，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。娘娘，淳于是不好相与，只是其一。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是那个林不疑。林不疑可不比楼瑶，心性坚定，想好的事情他一定是要做的。偏偏是你也是如此的执拗，两个这么硬的人能够结为夫妻吗？今后如果你们有些争执，谁会让步啊？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。我自然知晓他不好相与，那你还应下婚事？阿父，女儿可有其他选择？今日，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，你们可有瞧见？平日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，是如何的神情？阿母一心就想拒绝林不疑这个棘手的女婿，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，贬得一文不值。可我也有自尊，也有骄傲，也想抬头做人。阿母，我且问你，若今日圣上赐婚的是堂子，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，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？若是泱泱，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。哎呀，怎么就扯上泱泱了？娘娘，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，只是若不这般说，如何收服圣上啊？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当，伤了你，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。我并没有赌气，女儿认真想过了，我这脾性是改不了了，无论是嫁给谁，阿母都不会放心的。既如此，不如早早嫁人，阿母也能早些安心。你可知世道艰难，女娘若是嫁错郎，便是一生的不幸。嫁错人一生遗憾，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，也好过抗旨不遵，满门遭殃。你们未曾教养过我，从前我心中是有怨，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，我又何曾对你们尽过孝？所以啊，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。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，也不想阿父阿母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，又毁在我的手上。
若是这样的话，倒会让我自己觉得，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。阿父阿母，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下的，落子无悔。无论前路如何，女儿一人承担，绝不祸累家族。好，好，阿母不阻你的前程。你要想嫁给那林不疑，阿母成全你。若我说出一切真相，人家阿兄会为咱们娘儿俩出头吗？孤城的真相，孩儿已经查得有些许眉目了。古往今来，善恶皆有报。阿母放心，作恶者终将得之以罚。对，那坏人还活在世上，你一定不要放过。阿母，孩儿要娶新妇了，所有苦难终将皆成过往。我们甘父将至。子胜啊，你要娶新妇，阿父却是最晚知晓的人，你这是心中还在怨恨阿父吗？少主公，侯爷说有要事，定要见少主公，属下不敢相拦。莫怪他们，都是为父的过错。听你阿母说，今天你当众向程娘子求亲了。我阿母常年待在杏花别院，不可能告诉程阳侯这些。不知程阳侯说的又是哪位？子胜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啊。程家区区新晋武将，在朝中毫无根基，对你毫无帮扶之力。那程娘子更是声名狼藉，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益啊。
都城之中谁人不知，豫昌郡主心悦于你，无论人品、相貌、家世、门风，汝阳王府怎么也比曲陵侯府好上许多呀。城阳侯嫌当年靠夫人裙带攀附汝阳王府还不够，如今还希望靠我的亲事换得锦绣前程吗？城阳侯大可放心，我不会因为心中怨恨任何人，去赌自己的婚事。你不怨恨阿父，阿父心里很宽慰，但只是那程氏。若城阳侯心中还有一丝愧疚之心，就请立即离开这里。我阿母曾经说过，她所见之处，不想有你。我这人从来不委屈亲人，所以只有委屈城阳侯了。阿喜，送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知名的阿猫阿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乃霍氏独女，你个毫无根基之辈也敢来求娶，给我提鞋我都不配！我偏要打死你这个浪荡子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个浪荡子！你个浪荡！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不要打伤了手。子胜，这里有没有医馆？杏花别院离医馆远得很，城阳侯，还是快些去疗伤吧。义军，将军，属下来迟了，迟了15年呐！属下对不住你。若能查清孤城真相，让冤魂瞑目，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。少主公，属下近些时日一直在找寻当年小约侯麾下一世的下落，终于让我查到了个军医，他如今早已改名换姓，正隐居在那城郊西村。我让阿启、阿飞随你一同去西村查探。不可，
少主公身边人过于大言，为稳妥起见，还是让属下自己去打探。属下会随时与少主公联系，3日之内必归。那倘若想与你取得联系，我该怎么做？从前战情瞬息万变，我们传令官很容易就落到敌人手中。为免军事泄露，霍将军常命我们将信息藏于常见之物上。霍家军传讯方式不拘一格，比如折断一根树枝，一短3长，便是属下预先；若是我平安无事，就是2短2长。此行还需隐蔽，切记小心为上。请少主公放心。只是属下还有一些不明，少主公为何如此焦急地寻找孤城残部？莫非这当年孤城城破，还另有蹊跷？是矣。但如此焦急，是因为我有了心仪之人。少主公如今年少有为，将军若还在世，定会感到欣慰。可惜啊，将军再也见不到少主公立业成家了。待你查探归来，应能赶上我的下聘之日。少主公，这是要成亲了。好事啊，好事啊！将军在九泉之下，也定会感到欣慰。只是让我们少主公能看上的，是个怎么样的女娘啊？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娘，像我这般被困在过往之人，本该孑然一身。但倘若一路艰辛里，同行之人是她，或许值得一试。将军，我没想到，在他的心里，我比那个林不疑还要可怕千万倍。夫人千万别这般想。
娘家还小，不懂咱们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。那日夫人的话虽然委屈了他，但也情非得已。你莫气他了。是他莫要怨我才对啊。当初是我们对不起袅袅，如今他宁可豁出自己的姻缘，也要与我们对着干，这便是自食恶果呀。袅袅与夫人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之人，有倔强不肯低头，说话总是往最伤人处说。我不怪他，我只怪我自己。当日因，今日果。当初不管我们有多为难，多么的不情愿，也是我们抛下了他，令他长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再说过多也无益了。这世上的怨偶这么多，我只盼着他与林不疑不是其中之一，能够恩爱携手，安稳白头。明日楼河两家大婚，阿木与孩儿一起去吗？旁人成亲与我何干？你自己去便是了。那孩儿的亲事呢？阿木，吴氏搜罗的适婚女子画像，阿木可一一考量过。你已成人，婚事可自行做主。若看中了哪家的心仪心腹，劳烦你阿父去提亲便是了。那阿母呢？他人父母操心子女亲事，恨不得事事安排。为何阿母从不关心孩儿将来会娶怎样的宗父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难道不好吗？在阿母心中，可是觉得孩儿的婚姻之事不算大事。待你再年长几岁，你就会懂得，在你眼中天大的事，不过是别人心中分文不如的蝼蚁小事罢了。在这世间上，能靠自己的，不要假手于人。夫人如何说的？可为公子选定哪家女公子了？母亲说，全凭我自己做主。公子学识广博，为人聪慧，有主张。夫人啊，是对公子放心，才会将这婚事啊放手给公子自身。父母，你不用劝我，我懂的。这世间有事事插手儿女婚事的父母，自然也有甩手不管的。我羡慕他人有父母干涉管教，他人或还羡慕我无人约束呢。公子说的他人是谁啊？无谁。这世间谁人不是既可笑又可怜呢？李公子，李公子快起来了！林将军来府上了。
大清早的，他在孟府上做什么？女公子，你忘了，今日楼河两家大婚，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。这会正在九锥堂等着你呢。林将军到！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。林将军。龙二公子，恭喜！阿瑶，祝你和昭君阿紫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听闻圣上前几日给你与林将军赐婚，也恭喜你们。少商君换郎婿倒是快呀，才几天功夫，就定了他人。与你有何干系？哼，不曾想敢作敢为的程娘子，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了。龙二公子，还请带我们入席吧。阿瑶，此处交于我，你带贵宾先去吧。单剑兄、林将军，请跟我来。烧伤的话，还是我来吧。阿耀，我来领少少妹妹去女眷处吧。少商，走吧。我这一生出嫁2次，第1次喜袍加身，家破人亡；第2次热笑成婚，不能吹打鸣金，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。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下场面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也会来。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。少商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把阿瑶还给我。若非因为我，你也不用嫁与林不疑。我还以为你要说，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。早知有这门亲事，为何不早些退亲？林不疑心黑手狠，嫁他算什么大便宜？当初我在冯一郡曾亲眼见他审讯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身心发寒。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，万事由他，怎的身上戾气这么重，像身负血海深仇似的？那不是戾气，那是杀气。他是将军，狠也狠对了地方。你这般维护林不疑，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。我当初年轻气盛，不懂得看人。经过此事，我才明白，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？要心地柔软、温厚才好。至于你，也算半个厚道人吧。你知道就好。若不是为了阿瑶前程，生凭你和昭君哭干眼泪，我也绝不会退婚的。
现如今，我是阿瑶为兄长，我这个人最护短了。何昭君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家人的。我也一样。除了我阿弟，阿瑶便是我世间最后的亲人。我对他的珍惜，不会比你少半分。我与他日后会越来越好。希望你与林不疑也一样。但愿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宴席处。我尚在守孝，按规矩，我不便见面。今日我是特地寻你，同你讲这笑话。话已说完了，人情也算尽到了。两位兄长，这边请。未曾想到，几日未去程家讲学，少商便与凌将军成亲了。日后程家的功课交给我便可，不必麻烦袁公子。不过若袁公子赋闲家中实在无聊，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，省得天天盯着女娘们的婚事。不必了。恩师黄甫仪已见我入朝，日后我与凌将军便是同僚了。凌将军放心，我若是闲了，定会去找凌将军的麻烦。啊，不是麻烦凌将军。哼，不麻烦。待我与少商成亲的时候，定请袁公子来喝杯喜酒。说到喝喜酒，上个月我还以为今日喝的是少商与阿瑶的喜酒，可见这亲事一日未完婚，便是一日做不得数啊。袁公子先是任陈氏教习，现如今又来打听我与少商的亲事，若不是知道你眼高于顶，怕不是会猜想你对武父是否有非分之想。哼，程少商此人从不屑男欢女爱，他只会经营算计。我平生最看不惯拿婚姻算计的男女，对他更没非分之想。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袁公子只是针对在下了。我就是想瞧瞧，被满腹坏水的女娘瞧上的男人，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。那可真是要令袁公子失望了。我与少商情投意合，定能白头到老。但像袁公子这般小肚鸡肠、嘴损无德之人，未必能走到那个时候。凌将军，我一文官，必定比你武将命长。情投意合，白头到老。你说这话，自己信吗？两位兄长别吵了，在我看来，少商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娘。闭嘴！恭喜程娘子！程娘子，
上上妹妹，来跟我挤挤。不必了，多谢。袅袅，你来了。来坐这儿。十一郎挑拣多年，眼光也不过如此呀。池少商，你好是能耐呀！前脚与我堂兄退亲，后脚又搭上十一郎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？是圣上亲口向我陈家提的亲，天大的深恩，哪敢无端拒绝？楼离，你这么大口气，当时就应该让你在御前，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。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！我堂兄得多难过，他对你情深意切，你就该伤怀，该避居乡野。凭什么你堂兄另娶我就要终身不嫁？就算是要嫁，也要先伤怀好些年，错过花家之期。最终是嫁了，也要找一个不甚如意之人，躲在冷僻角落舔舐伤口，不能在人前出现。知道的是知道我陈家为圆满何将军临终遗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陈家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。楼离，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，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当着你阿父阿母的面再说一遍，看你阿母抽不抽你耳光。夫人，这是要去何处啊？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，谅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。程伯夫人说的是小女言语挑衅的。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，娄氏何家甚觉惋惜，只是为了成全忠烈遗愿，不得不这般。夫人不曾往心里去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。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，这么好的郎婿，夜半都会笑息，又怎会心生怨怼呢？凌将军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婚宴，着实令人心中钦佩。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，也不会陪心腹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。只是不知凌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，还是他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？多谢各位到访，请。多谢二位。张公子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娄大公子，若非你博闻强记，会下冯义军于途，此役只会更艰难。圣上示下论功行赏，你立此大功，日后当身居高堂。阿瑶能够迎娶昭君，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恩典。身为何将军的亲家，娄家能够助凌将军夺取冯一郡，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怎敢再贪功呢？阿奔啊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伯父甚知我心。林将军，我半生散漫惯了，只喜周游天下，不易入仕，怕是要令你失望了。你虽无意入仕，但若圣上起贤，我看谁人敢阻拦？娄大公子，这程家才到娄家退亲，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，
快得令人咂舌了些，不免让人生疑心呀。这陈少商与林将军是否早就有私情啊？阿言，你为何来南明演戏啊？倒也并无大事，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她落了件披风在林将军马车上，托前来问问。有私情啊！少商妹妹是有志气的，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，看见那凌不疑就跟饿了3天的小野狗看见那肉骨头似的。可惜人家凌不疑看不上你们呀。诸位，想必你们也认识凌不疑时间不短了吧？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。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坐正，哪像有些人妩媚做作，卖弄风情。林将军是伪丈夫，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？怕是受了蛊惑。王良，你在血口喷人？我没有。哎，儿子，林将军，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我行至何处，黑甲卫便跟至何处，向来如此，无意冒犯。林将军，此处是女眷席面，只怕不大合礼仪吧？和席分席只是小节，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。好，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，那我今日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、知礼仪。林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！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席也要去维护她。这程四娘子刚退门亲事，又能提得如此上的朗学，还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哎呦，抱歉啊，一时贪看热闹，竟失了手。不过能用上等鹿肉喜袍，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跟他动嘴，可没人能从他袁善剑嘴里讨得半点好处。走。陈夫人，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，如今长辈们看着，也算是合理了。如此甚好，林将军思虑周全。林将军此话差矣，圣人云礼仪。礼仪？你一个女公子，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，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，很懂廉耻吗？你尚未出嫁，就已经一副市井妇人的嘴脸，娄大夫人，你知晓吗？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、卖弄做作，你可知上个月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妓，你兄长王龙见后垂涎3尺，我便将2人送与了他。可谁知不过几日，你阿父又将其笑纳。
狐媚风情，卖弄做作，这夸赞的可是他们2人啊！你，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污我家心腹，不如回家好好想想，日后该怎么称呼这2位美姬？是敬为阿嫂呢，还是敬为阿母呢？林不疑，你。诸位，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了。待我成婚之时，还请各位大驾光临。